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连日猛烈抨击日本核废水排放，意在菅义伟访美啊。那么我们今天讲讲这件事情。其实不大愿意讲这个核废水的排放，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这个很费眼睛所以我就不愿意看，我就用常识说一下。但是今天不行，我们要看一下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看了一些资料我们先讲这个新闻本身。日本政府4月13号宣布那么日本计划在2年内开始将125万吨污染的核废水排放到太平洋。那么在此之前，日本政府会过滤核废水中大部分的放射性物质，其中包括放射性同位素、铯和铯那么但是核废水中的氚难以分离所以它会随着核废水一起排出那么该物质在低浓度的情况下对健康的危害非常小那么日本当局指出经过稀释之后，每年最多排放就是福岛最多排放的这个和液态氚是22兆贝克贝克是个单位那么浓度会稀释到每升1500贝克那么也就是世卫组织饮水标准的1/7那么理论上来说对人体无害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当天就表示，就是3月14号表示，日本的解决方案在技术上可行，而且符合国际惯例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准备提供技术支持，对核计划的安全透明实施监测和审查也就是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会对这件事情进行审查，进行核查那么格罗西表示，对安全和环境影响进行评估之后，有控制的向大海排放核废水是全球的核电站运行的常规做法。那么格罗西说，日本政府今天做出的决定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将为弃用核岛第一核电站进一步取得铺平道路他指出这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案例。我这个全部是照搬了这个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这个网页上的原文一字没改，我就贴上来那么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官方媒体进行了3天的狂轰滥炸疯狂的当然这个五毛也非常的积极打了鸡血就不断的具体我就不说了说具体的行动。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15号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日本政府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废水提出严正交涉吴江浩指出日方有关决定置全球海洋环境于不顾，置国际公共安全、健康安全和周边国家人民切身安全利益于不顾，涉嫌违反国际法、国际规则，不是现代文明国家所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吴江浩表示那么中方强烈敦促日方认清自身责任，秉持科学态度，履行国际义务提出3个要求一、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事故废水处置问题，收回排放入海错误决定。2、在国际机构框架下成立包括中国专家在内的联合技术工作组，确保核废水处置问题严格接受国际评估、检查和监督。3、在同利攸关方和国际机构协商一致之前，不得擅自启动核废水排海。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保留进一步做出反应的权利啊。中国方面这个正气凛然啊，那么表示出中国的严正立场啊。我一直认为啊，各国对日本政府就核废水排放的问题，施加压力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对人类不利的事情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啊，今天香港的众新闻有一个报道，他说，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2017年的一份政府批文，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基地总共6台机组，每年的液态氚排放量上限是225兆贝克，是福岛核电站未来计划排放量的10倍啊，就是这个大亚湾核电站每年给它排放的上限是福岛的10倍啊。那么根据大亚湾核电站合营公司香港核电投资公司的数据，过去10年大亚湾核电站液态氚排放量平均为上限的20%，大约是49.5兆贝克，比福岛计划排放的核废水超出1倍多。也就是说，核电站实际上现在每年平均排放的数量超过福岛核电站准备排放的1倍以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除了大亚湾核电站，几百公里外的秦山核电站，在2008年曾经向生态环境部请示每年排放核废水的标准，光是第1期和第2期扩建的机组，液态氚的排放量上限达到125兆贝克，是福岛核电站的计划排放量的5倍。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当时回复说，秦山核电站排放量可以接受，所以予以批准。那么至于福清核电站的排放上限同样超过福岛的标准。那么日本政府排放核废水，一方面他先报告国际原子能机构请他们监督核查，另外一方面它的排放量远远低于一个正常运行的核电站那么这个表现，从这个表现来看，当时美国说表示支持日本的行动，其实大家搞错了，误会了。美国并不是支持日本排放核废水，而是美国说日本保持这件事情的透明度值得肯定是这个态度所以你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中国外交部的戏过了那么说明他什么？他根本就是借题发挥那么根本就不是现代文明国家所为。最好笑的是什么呢？最好笑的是他要求成立联合技术工作组核查监督中国成立包括中国在内的技术工作组，如果福岛要监督，那么中国这些核电站是不是一起要监督呢？那么如果中国要搞一个这样的监督组，那要国际原子能机构干什么中国整天都说要进行多边主义要尊重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你一看到具体的事情，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是联合国的机构就代表联合国为什么联合国说的话不算呢？对不对？而且联合国去进行核查，为什么你要踢开联合国的核查，你自搞一套呢？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候就要踢开联合国呢？
那么我们从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出来，中国外交部说核废水的问题，其实就是向日本施压，跟核废水没关系，就是要施加压力啊。为什么？因为今天菅义伟已经到了美国啊，明天就开始正式访问啊。那么菅义伟到美国的这一天，那么中国外交部就召见这个日本驻华大使啊，那么可见中国在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这件事情上非常忧虑、非常焦虑、非常失态啊。那么日本首相菅义伟是这个拜登总统邀请访美的第一个外国首相啊，外国领导人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信号，说明什么？说明对美国来说，它的对外战略当中，日本排在第一位。如果不是日本排在第一位，他不会请日本第一个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日本这件事情上，美国是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也放了非常大的筹码进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中国会焦虑？是因为美国太重视日本了，而日本又就在中国旁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地缘政治关系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时候中日之间的关系，那就非常的不好看啊。习近平访美，现在还没有着落啊。习近平访日，到现在为止无限期推后，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没有着落。那么中日外长通了电话，在这个菅义伟首相访美之前，中日这个外长通话，唇枪舌剑啊，双方不欢而散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可见，那么中美关系、日美关系、中日关系啊，那么这个三角关系，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而且对中亚的形势态势形成决定性影响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中国会焦虑？中国焦虑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啊。中国焦虑的原因是因为菅义伟最重要的核心是拜登总统跟菅义伟谈什么啊？谈什么？这是最关键的啊。当然，对于菅义伟来说啊，他的希望是强化这个双边关系啊，强化美国对日本的承诺啊，支持啊。那么应对来自中国的这种压力，其实中国在日本方向一直在施加压力。其实日本是需要美国支持的，这是客观的需要。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希望日本在对抗中国的过程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什么作用？发挥庄脚的作用，因为它在地，所以它是个庄脚的作用。所以呢，其实在美日峰会之前，双方是有准备的。什么准备？两个准备。这两个准备，一个是美日2+2会谈啊，美日2+2会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一个是外交部长，一个是国防部长，这两个都是非常要命的领域啊，这是最基础性的。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四方安全对话，对话的峰会啊，这2次会议其实是在为美日峰会做基础、做准备啊。那其实这里面最出人意料的是什么？最出人意料的就是2+2峰会，2+2会谈。这个2+2会谈当时一出来联合声明，就把所有人都惊了。当然最惊的是中国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联合声明上来就谴责中国，
这很罕见，因为在日本的传统当中啊，日本很少直接谴责中国啊。那么他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你想联合声明它包含了日本嘛啊，谴责中国在东海、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啊，谴责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一系列的行为，最后把中国外交部给气得够呛，最后这个赵立坚骂的日本，日本和美国狼狈为奸啊，说日本充当美国的战略附庸，不惜引狼入室啊，引狼入室，他跟你在一屋吗？这很搞笑，这词儿都用的不靠谱啊。那么完了以后呢，菅义伟访美之前，王毅要求跟这个日本外相通话啊，那么通话，日本外相上来谈几件事啊，叫茂木敏充啊，茂木敏充第一个，对中国海警船多次入侵尖阁群岛周围领海和南海表示严重关切，强烈要求中方采取具体措施解决问题，而且对新疆、香港人权表示强烈关切。这把王毅鼻子气歪了，王毅是到后来就直接就不要把手伸得太长，说这个话。王毅说，日本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应该被一些对中国持有偏见的国家带节奏带节奏都用出来了，网络用语都用出来了啊，然后不要把这个手伸得太长，这个气氛，你把这些话放在一起，你就知道双方谈得不好，气氛就是基本上不欢而散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当然焦虑啊，焦虑什么？不知道拜登和这个菅义伟会谈出什么东西来。如果美日之间两个人一合伙把中国给卖了，怎么办啊？这是中国非常焦虑的事情。那我们就梳理一下啊。那么拜登总统和菅义伟首相这次会面，他们会谈什么啊？有什么要点我们要关注啊？第一个当然是联合声明。为什么要关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非常重要。为什么？联合声明是一个政治表态啊，就是说双方取得了政治上的一致，他才会对外公布啊。这个对外公布是一种政治表态，非常重要。两个国家元首见面，它是要取得政治上的成果，这是第一位的。具体的东西其实慢慢再谈都没关系，但是首先要政治上要有成果，无论对于这个拜登也好，对于菅义伟来好，这都是最重要的啊，因为他们是政治领袖啊，所以联合声明最重要，一定要，如果双方连联合声明都没有，就像阿拉斯加会谈，双方没有联合声明。连联合记者会都没有，说明什么？说明双方很掰呀，掰得一塌糊涂啊！双方没有政治共识啊，双方连在一起开记者会的这个共识都没有啊，所以双方那叫什么？那叫尖锐对抗啊！所以首先，拜登总统跟菅义伟首相他们的峰会，首先要看的就是联合声明。好，除联合声明以外，有几个核心问题。当然，毫无疑问，这次菅义伟访美，第一个议题就是中国议题啊。那么，中国议题对美国来说，中国议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权问题啊，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就是人权。对日本来说，中国议题意味着什么？地区安全啊，东海问题，这个钓鱼岛问题等等啊，这是中国议题的两个核心啊，这是第一，这是第二，第三，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本来没有，一般来说，美国跟日本之间很少谈台湾问题，为什么？谈不上。美国讨论台湾问题只跟一个国家讨论，就是中国，从来没见过美国跟日本讨论台湾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什么时候提出来？
这个问题在2+2会谈提出来，而且当时的说法是什么？当时说法，共同社的报道，21号我看一下是不是啊？21号2+2会谈还确认，如果台湾发生突发事态那就是武力攻台啊。美日将密切合作，哎，这个很特别，这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是个非常重大的改变，以前没有过。也就是说，美国把日本拉到台湾海峡，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一拉台湾，一拉日本就过来了呢？日本理论上来说，日本不应该得罪，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得罪中国。这里面有一个看法的改变，为什么？这里面大家都就是日本跟台湾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超出外界的认知。而且大家看一下地图就知道，日本离台湾根本就很近，好吗？所以如果台湾海峡发生一场军事冲突，日本想置身事外是很困难的。而且美军驻扎在日本有55000个美军驻扎在日本啊，如果美军介入台湾海峡的突发事件，日本怎么可能不介入？日本不介入不现实。所以而且如果美军介入，中国要反击的话，他会往这个太平洋那边反击，还是往这里反击？先往日本反击好不好？因为是美军基地在日本，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很难置身事外的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上的改变。如果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调整，那就意味着什么？日本肯定在政治上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调整，就是说，日本已经不再踩钢丝了，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看什么？这一次的这个美日峰会，台湾问题怎么说？核心是什么？突发事态是不是？针对突发事态有什么说法？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朝鲜议题。朝鲜议题对美国来说是个病啊，对日本更是个病，日本是个心腹之患。美国呢？美国是切肤之痛，但是日本是心腹之患，因为就在旁边，要扔直接扔他那儿。所以朝鲜威胁的首先是日本，而不是韩国啊。就是说，朝鲜用核问题威胁的并不是韩国，而是日本，因为对美国来说，日本更具有战略价值，所以朝核问题肯定是双方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啊，重要的议题。这是第四个。第五个，经济议题。经济议题是什么？当然是产业链安全，一系列的产业链安全。最新的消息就是这个丰田55家日本公司成立一个协会，干什么？生产汽车的电池、电动车。电动车是未来，中国生产了全世界70%的电动车的电池，日本觉得不安全，55家企业成立一家公司来做这个电动车的电池，保证产业链的安全。讲的就是这些啊，这是第四个。这第五个。第六个，扩大四方会谈。扩大四方会谈毫无疑问是美国的诉求啊。那么日本也在做工作啊，那么美国也在做工作，而且其实澳大利亚也在做工作，都在往外做工作。做工作干什么？拉人入伙。最想拉的是谁？韩国。这次美日峰会，拜登有一个工作要做，是什么工作？调解美韩关系啊，调解日韩关系。日韩矛盾很激烈，
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这就是这次美日峰会肯定会是个议题。美国要把韩国拉入伙，首先要解决日韩关系，把日韩矛盾解决，才有可能把韩国拉进伙。但从目前来看，最新的说法是5月份，现在4月份啊，4月中旬啊，5月份文在寅访美啊，双方今天已经发表声明啊，双方美韩已经同时发表这个声明。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你看这个日本首相先来完了以后，这个韩国总统再访美，那当然这就是做工作嘛，双方都拉一拉，讲一讲嘛，解决问题嘛啊。大概我总结了一下，就是美日峰会啊，拜登总统和这个菅义伟首相核心要谈的这6个议题，这6个议题都是对中国非常敏感、非常痛的痛点啊！如果在这些议题上都能达成协议，那对中国来说，噩梦就会降临。为什么？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点。第一点，美日之间形成一个非常坚定的对抗中国的联盟，而且日本已经非常明确的把屁股坐过去了，啊，屁股指挥脑袋啊，屁股已经坐到美国那边去了，中国就别指望，那就基本上就指望不上，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当然，会不会我之前有一个节目啊，我们讲过，菅义伟在这件事情在去美国之前，他是有犹豫的，他的犹豫背后的一些因素啊，其中包括二阶俊博啊这一些这个日本岛内啊日本国内亲中的势力啊，亲中势力会对这个菅义伟产生政治上的牵制，所以呢，他会不会走得那么远不好说。不好说，但是我觉得你不管怎么说啊，在整个东亚的地缘政治版图来看，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就是日本啊，日本对美国来说很重要，但是翻过来讲，美国对日本更重要。你想他在你这驻军55000人，保护你的安全，你说更重不重要？安全是什么？国家安全就是系数，你后面的数字再大，你前面是0，结果就等于0。国家安全就是这个，国家安全是系数，所以那是最大公约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菅义伟不会看不到吧？我觉得，而且还有一点，日本这个国家还是喜欢随大溜啊，西方国家的这个态势。他不应该看不到，所以从美国的因素，从西方国家整体的潮流这个因素来看，我觉得70%的可能性，我刚才讲的这6个议题啊，它能达成的70%的可能性是有啊。那么中间还会有一些各种因素会影响，比如说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啊。比如说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啊，比如说中国市场对日本的重要性，这个都有影响。所以菅义伟不会那么直，我认为这个联合声明当中表露出来的这些因素不会那么直白，给日本留一些什么呢？留一些这个活口，别说的那么死，但是意思得到。这是美方的要求，你意识得到，台湾问题你得放进去，不放进去不行，那美国不答应，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体上的方向就是不会出现100%的可能，就是100%的结果，可能70%左右的结果可能性是存在，好吧？那大体上我就不具体展开这个数据这些东西啊，这里面就涉及到几个关键点。一个关键点是什么？一个关键点就是联合声明，我们要关注联合声明。另外一个关键点
就是台湾问题，看看怎么说台湾问题怎么说，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中国人权问题，这都是关键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明谢，玉兴谢谢，麦猪谢谢，魏糖谢谢，打狗人谢谢，汪老师辛苦了，打谁呢？打狗？为什么要打狗啊？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所以不要打狗，好吗？观点，因看过前几期节目，也猜到中共意在菅义伟访美。311东日本大地震都过去10年了，各大国都做过什么，帮过什么，中共这个时候才想跳出来指责。情况，国内核电站工作人员在知乎上为大家讲解日本核电站排除废水没有那么危险，被举报被约谈。我已经看到这个新闻了啊。情况，日本去年10月就上国会讨论过这个事情，经过多方讨论，排除废水入海是最好的处理方案。日本国内的主要反对声音也是渔业协会和旅游协会。福岛是最大的渔业产地，他们怕福岛的声誉受损才反对。目前福岛除了封闭的地区，其他地区国民生活正常。我在日本这条新闻就说了1次，最近连热搜都没上，国内大带风向。还有朋友问我能不能继续吃海鲜，我都懒得解释。中国这当然，很多人讲啊，体育归体育，文艺归文艺啊，在中国不是，中国所有都是政治，所以其实你看，中国外交部讲那番话就是政治，所以跟事实有没有关系？老实讲，跟事实1毛钱关系都没有。你自己国内的核电站怎么排放？你骂别人，比别人多1倍，你还说啥啊？这有什么好说的？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我就懒得去跟他讨论这个，我们就讨论技术规范的问题了。我们就拿几个核心关键的数据啊。其实那个我已经把那个叫什么，把那个网友就是在知乎的那篇长篇的我已经下载读了1遍，那么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不想讲，没有意义，我觉得。你得跟讲理的人讲理，不讲理的人你就别跟他讲理啊。提问：美国对俄罗斯采取制裁，为什么感觉拜登对俄国比对中国更强硬？难道美国现在重点不是在亚太？更强硬吗？如果现在的拜登总统的行政命令的依据是什么？拜登总统的行政命令的依据就是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指出，这个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不要忘记了，干预美国大选这件事情是红线，俄罗斯碰了这个红线，所以你说觉得对强硬吗？我觉得很正常。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绝对要让他付出代价，否则的话，满世界人都来影响我们的大选怎么行？就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是美国总统，我也会这么干啊。这个就是应该强硬，这个问题不能够，这是个政治问题啊。观点：民主国家民意倾向到决策转变的速度不快，但是一旦转变，影响深远。之前美国智库调查，全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共反感度最高的是日本人，其次是瑞典。大家不妨观察这2个国家政策的转变历程，就是民意力量的展现。非常对，非常有道理啊。提问：看到说马云视频出席普京主持的会议，是不是表示普京支持马云以及背后的江西势力？不是，
他是马云是这个论坛的成员嘉宾那么他们之前就已经有过，就相邀他参加的，所以就让他参加，其实什么都不能说明。观点：去年12月25日，出于对拜登准政府对台政策不明的忧虑，日本副防卫大臣、副国防部长中山泰秀呼吁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要坚定，这次峰会声明应该会包括确认台湾海峡对东亚安全及和平的重要性，及美日共同推动印太安保合作，正好戳中中共的痛处OK， 情况：打狗是高雄的古称 OK， 因为打狗台语和日语高雄相似，而在日治时期改名。好明白了。提问真的吗？这么所以其实不是打狗对吗？实际是高雄是吗？那还是叫高雄吧，好不好？打狗，我们家养了一条狗，你叫打狗，我心里不舒服提问：随着香港更改教科书，要抹除中华民国之存在，获得国台办的认同，国民党党鞭林维洲发言，在国台办否认中华民国存在的情况下，国民党应该认清9·2共识不复存在，在重新谈判前共识将需重谈，感觉连国民党都要逼到走投无路。请问王老师，若国民党放弃9·2共识，是否能认为中共放弃合统之可能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国民党是不是真的放弃了9·2共识。9·2共识，国民党一直抱着不放觉得他们是他们重要的政治资产。也是他们拿来抗衡民进，主要是拿来抗衡民进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深蓝那边是非常支持9·2共识，也被洗脑，洗得深，高度认同这一点。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说，9·2共识一个是要拿来对付民进党，一方面拿来吸引这个深蓝那实际上，国民党你从过去1年多的表现来看，我觉得它应该像泡沫一样爆破才对，因为它已经没有政治道德了。国民党已经沦为一个没有政治道德的政党，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支持他就是说，你想一下，一个没有政治道德的政党，它怎么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所以，中共放弃合统跟国民党没有1毛钱的关系。就是说，无论是国民党做什么，跟中共采取什么对台战略没有关系。对于中共来说，国民党不重要。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在岛内，在台湾已经没有影响力他已经失去民意的支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放弃合统，放不放弃？他不放弃合统就武统了，武统就要打仗了。你知道我的立场，我一直认为中共没有能力。他想来着，他一直想从来没有没有一天不想但是他一直就没有能力，没有能力他才不做。他有能力一天都不会等，当天就会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他所谓放弃武统又怎么样，又能怎么样提问：国内网站，尤其是贴吧，很多都在讨论国内腐败和暴力强拆的问题。请问王先生，普通大众会慢慢觉醒吗？普通大众会慢慢觉醒，但是也会不断的被洗脑情况，家里朋友在上海南京东路附近这个市中心，原本是要动迁的，但是相比现在的超高房价，给的补偿价格实在太低，比如30平米赔450万，居民们都不同意。动迁会居民有直播，警察也有来报道现在可能要转成强制征收。
这些一辈子住在上海市中心的人要被赶走，真是欲哭无泪。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饭都没得吃，房子也没得住，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全世界民主国家有没有强拆的？民主国家一定没得强拆，没法强拆啊。那么强拆的都是什么？强拆的一定是暴政，一定是独裁政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奉劝那些五毛们，你自己想想啊，有多少个案例，就是五毛在网上大骂这些海外这些各种各样不满意的反对派，然后话音未落，自己老家的房子被拆掉，强拆掉啊！这多少这种五毛碰到这种情况，所以我在这里也奉劝这五毛们，你们自己要搞清楚，想想明白。那些你骂的人，其实就是帮你争取权益的人，包括我啊，所以不要捣乱，捣乱对你没好处，好吗？好，明谢 TT，Rene Mac，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